心机吗？生活必须是形体和精神合一而不偏离，能守道，可使肉体生活与精神生活真至于一个和谐的状况。30幅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；言之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；凿户有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老子举了3个例子：车的作用在于运货载人，器皿的作用在于盛物，室的作用在于居住。这就是车、器、室给人的便利。所以说，有之以为利。然而，如果车子没有车毂中空的地方把轴放进去，就无法行驶。器皿如果没有中间空虚的地方可以容量，就无法盛物。室屋如果没有4壁门中空的地方可以出入通明，就无法居住。可见得中空的地方所发挥的作用了，所以说无之以为用。世人只知道有的利益，而不知道无的用处。事实上，无的用处比有要大得多。30根车辐汇集在车毂，因为车毂是空虚的，车才能够产生乘坐的作用。一个杯子，因为中间的空虚才能产生盛物的作用。一个门窗，我们也在利用它的无。一间房子，我们认为它的无才能产生居住的作用。由此可知，有之所以能够给人便利，端赖无发挥它的作用，只是有是发挥不了大用处的，唯有有与无配合才能产生大作用。一切器物的用处全在于无。大道是无形无相的，而天地万物均由道生，可见无形无相的大道真是妙用无穷。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，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是以圣人为父不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人的需要有限，而人的欲望则无穷。过分的追求色彩的享受，最后必定视觉迟钝；过分的追求声音的享受，最后必定听觉不灵。过分的追求味道的享受，最后必定味觉丧失，食之无味。过分的纵情玩乐，最后必定弄得心神不宁，神不守舍。过分的追求金银珠宝，最后必行伤败德，身败名裂。所以体道的圣人生活简单，只求填饱肚子，不求官能享受，宁取质朴宁静，不求奢侈浮华。欲海难填，不能去欲，必遭灭顶。过分追求欲望而不能节制，其结果不仅不能感到满足，反而会感到痛苦，丧失自我。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何谓宠辱若惊？宠为下，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何谓贵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唯吾有身，即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世人得失名利的心太重了，
所以得到荣宠和受到屈辱都担惊受怕，畏惧大的祸害，也因而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在世人的心目中，荣宠是高尚的，得到荣宠就觉得高贵，因而怕失去荣宠；屈辱是低下的，受到屈辱就觉得丢人，所以害怕受屈辱。我们所以有大的祸害，那是因为我们常想到自己的关系。假如我们能够忘记自己，那还有什么祸患呢？所以，如果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，为天下人服务，就可以把天下让给他。人应该无私忘我，若能置生死于度外，则一切宠辱祸害都不足以动摇其心智了，那还何经之有呢？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是谓复命。复命曰长，知常曰明，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全，全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莫身不殆。人的心灵本来是虚明宁静的，但往往为私欲所蒙蔽，因而观物不得其正，行事则失其常。所以我们要尽力使心恢复到虚明宁静的状态，这样能够看清万物蓬勃生长、看山往复回圈的道理。万物纷纷芸芸，各自返回到它的根本，这叫做静，也叫做常。了解常叫做明，不了解常而轻举妄动，就会有祸害。了解常道的人是无所不包，就能坦然大公，才能做到无不周偏，才能符合自然，才能符合于道。符合大道，才能永垂不朽，这样终身也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致虚和守静的功夫做到极致，就能明察事理，能洞知万物变化的常规，就能深得自然的妙趣，而与道同体了。太上下之有之，其次亲而誉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有惜其贵言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曰我自然。国君治理国政可分为4个等级，最上等的国君推行不严的教化，使人民各顺其性，各安其生。我只知道有国君，但是不知道他到底为我们做过些什么呀。次一等的国君用德教感化人民，用仁义治理人民。我们的国君很棒的，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。第3等的国君用政治治理人民，用刑法威吓人民。我们的国君管我们管得很严、很凶、很可怕的。第4等的国君用权术愚弄人民，用诡计欺骗人民。起来反抗！起来反抗！起来反抗！我们要起来反抗！起来反抗！最好的政治是无为而治，人民各顺其性，各安其生，得到了最大的益处。
功成事遂之后，老百姓还浑然不觉，还会这样说：本来就是这样的嘛。为政者向是非之于人体，最好的肺是你没感到有它在替我们呼吸工作。当你天天感到肺在替你呼吸，那么这个肺已经有病了。大道废有仁义，智慧出有大伪，六亲不和有孝慈，国家混乱有忠臣。鱼在水中就不觉得水的重要，人在空气中也不觉得空气的重要。大道兴隆，仁义行于其中，自然不觉得有倡导仁义的必要。等到崇尚仁义的时代，社会已经不那么淳朴了。某种德行的表彰，正由于它特别欠缺的缘故，犹如现在所谓好人好事的表彰，正是由于这些事迹极其罕有的缘故。上古的时候，人们诚实，没有知识，也就没有虚伪。到了中古的时候，民情日盛，于是治天下的人就用他的智慧制造了制度、法令来治理人民，于是虚伪、诡诈也就随之而产生了。用智慧来防止逃税。我呢，就用智慧来逃税。我成功了，逃税了，20万两。当家族中的人能够推诚相见、和睦相处，也就用不着孝和慈。等到六亲失和，孝慈才因而产生了。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不要打！打死你！不要打！不要打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！不要打了！不不要打了！国家清明的时候，臣子们各司其所，各尽其职，没有所谓的忠臣。他们都是朕的臣子。国家混乱以后，臣子不能负责尽职，忠臣才随之产生了。他对朕非常的忠心，他才是朕的忠臣呢。仁义、智慧、孝慈、忠臣，这些都是在大道废弃、淳朴破灭以后才产生的。它们的产生，正说明了道德的破产、人心的堕落。这是社会退步，而不是进步。绝学无忧，为之与恶相去几何？善之与恶相去若何？人之所谓不可不畏，荒兮其未央哉！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。我独颇兮其未兆，如婴儿之未孩。累累兮若无所归，众人皆有余，而我独若遗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！顿顿兮。俗人昭昭，我独昏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独闷闷。旦兮其若海，辽兮若无止。众人皆有矣，而我独顽四壁。我独异于人，而贵10亩。学问知识是忧愁烦恼的根源，弃绝一切学问知识，就不会有忧愁烦恼。世人都趋荣避辱，取善去恶，但荣辱贵贱相差多少呢？善与恶又相差多少呢？不过我也不能特立独行，显露锋芒。大家畏惧的，我也不能不畏惧。但是大道是那么的广大而没有穷尽，和世俗相差太远了。众人都兴高采烈的样子，好像参加丰盛的宴席，又好像春天登台眺望景色，唯独我恬淡无动于衷，好像不知嬉笑的婴儿，疲惫的样子好像无家可归。
众人都有多余，唯独我好像不足的样子。我真是愚人的心肠啊，混沌的样子。世人都光耀自炫，唯独我昏昏昧昧的样子。世人都精明灵巧，唯独我无所识别的样子。众人都好像很有作为，唯独我愚昧而笨。